2026年1月17日清晨，位于南海北端的东沙岛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惊魂时刻。凌晨5点41分左右，国军雷达首先侦察到一架不明飞行器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接近东沙岛。短短几分钟后，情况急转直下。清晨5点44分，这架飞行器公然闯入东沙岛上空，正式踏入了中华民国的领空。这是史上第一次有中共军用无人机进入我方实际控制领空的记录，等于直接跨越了台海长久以来维持的红线。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挑衅，守军立即通过国际通用无线电频道进行广播警告。然而诡谲的是，国军并未开火将其击落。在短暂逗留约4分钟后，该架无人机于5点48分悻然掉头离去。事发突然，凌晨寂静的天空一时间弥漫着紧张气息，敌方无人机入侵领空却安然离开，让守军与国人心中充满疑问和忧虑。国防部随后证实了这起事件的存在，强烈谴责中共此举是高度挑衅、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官方声明指出，中共军用无人机擅闯台湾领空，严重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也明显违反国际法规范。这番话毫不留情地表达出我方的愤慨与立场。同时，国防部也再三重申，国军将持续严密监控，保持高度戒备，并依据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妥善应对任何进一步的挑衅。毕竟，敌机已经逼近家门上空，国军责无旁贷的要防范下一次更严峻的挑战。这架无人机的入侵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它踩到了台海防卫的红线——台湾领空。一般而言，领空指我国领土及领海上方12里范围内的空域。长期以来，中共虽然频繁派出军机扰台，几乎每日进入我防空识别区，甚至多次越过台海中线挑衅，但仍很少真正踏入我领空或领海一步。各方都明白，一旦进入这12里禁区，就意味着主权的直接侵犯，极可能被视为开战讯号。因此，此次中共无人机闯入东沙岛领空可谓意义重大。这不仅是首次解放军无人机逾越台湾领空红线，更等同于向我方抛出了充满火药味的战略质问。事实上，关于第一击的交战原则，国防部早有明确定调。就在去年底，中共大规模军演正义使命2025期间，外界忧心解放军是否会以军机或军舰直接侵入台湾的领海领空来挑衅升级。彼时国防部作战及计划次长连志威少将公开表示，我方已订定清晰的处置原则，并授权第一线指挥官依交战规则行动。只要中共军事载具未经许可闯入我领空或领海，即视同构成对我方的第一击。换言之，敌方跨过这道红线，就等于开了第一枪，国军便可视威胁程度采取必要的反制行动，不需在静待挨打。这项原则展示了我方防卫决心，旨在对北京发出警告，不要侵犯我主权禁区，否则后果自负。基于上述原则，本次东沙无人机事件已经完全符合作为第一击的条件。中共军事载具擅闯我领空，而且事先未经我方许可。同理而言，国军本有权在必要时开火反制。然而现实发展却让人错愕，红线被破，但我方并未真的开第一枪。这其中隐含的原因与考量成了各界热议的焦点，是国军有令不敢为，还是另有苦衷？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国军当下未开火的背后原因，以及这场第一击未还击对台海安全所意味着的种种影响。面对侵犯领空的敌机，国军选择广播驱离而未开火射击，许多人不禁感到疑惑，既然已构成第一击，我们为何不果断将其击落，以捍卫领空尊严？要解开这个疑问，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现场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高度这个关键因素。根据国防部的事后说明，这架无人机在闯入东沙岛上空时，飞行高度远远超出守军防空武器的射程范围。换句话说，即便当下守军有强烈意志要开火，也受限于装备性能，根本打不到天上那个入侵者。据了解，当时东沙岛驻军所配备的防空武器多为肩射型防空飞弹或高炮等近程防空火力，其有效射高仅约4000公尺上下。然而敌机飞得极高，有情报指出，闯入者是一架中共无侦七降龙
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巡航高度可达约18公里之谱。18公里是什么概念？那几乎攀升到平流层，高度相当于商用客机的巡航高度，足足是东沙现有防空火力射高的4、5倍。如此一来，任凭地面官兵再愤怒，手中的武器也无法触及那在云端盘旋的敌影。国军当下能做的，除了紧急通知对方已进入我领空，广播警告外，实在没有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将其拦截。除了技术上的射程限制外，国军当时没有立刻实施其他激烈手段，或许还出于战术与战略上的权衡。毕竟，虽然无人机没有飞行员，不涉及人员伤亡问题，但若我方在没把握的情况下贸然动武，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温，甚至掉入中共设下的陷阱。在那瞬息万变的几分钟内，指挥官必须快速评估开火是否有胜算击落目标，如果射击未中或者造成更大事端，后果该如何收拾。更何况当时侵入者高高在上，匆匆掠过，很快就飞离了。国军或许判断局势可控，而采取克制态度。无论如何，最现实的一点还是武器打不到。正因如此，我方最终选择以安全且国际通行的广播喊话来驱离敌机，而没有开启台海自1950年代以来首例对中共目标的实弹射击。但这样的结果也留下隐忧，当下一次敌人再度以不同方式侵门踏户时，我们是否准备好更有效地应对了呢？通过此次事件，我们得以一窥中共无人机挑衅的新手法，其中扮演主角的很可能就是解放军现役的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也就是绰号降龙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降龙无人机外形独特，采用如同美国全球鹰般的高空高速设计，具备在平流层进行长时间侦巡的能力。据英国媒体报道，台湾国安单位评估此次闯入东沙的正是无侦七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翼展宽广，续航时间长，巡航高度高达18至20公里，几乎能凌驾大多数传统防空武器的射高极限。降龙的存在对我方防空作战提出了全新的难题，它飞得这么高，又没有驾驶员，拦截难度远胜于一般战机，却又不涉及飞行员安危，让中共在挑衅时更加有恃无恐。从性能上看，降龙无人机堪称中国版的全球鹰，它能搭载各式高解析度相机、雷达和电子侦搜设备，在高空中对地监视搜集情报。一旦派驻南部沿海机场，降龙无需跨出中国领空太远，就可以俯瞰包括东沙岛在内的辽阔海域。而这次他大胆闯入我东沙领空盘旋，极可能是在搜集岛上驻军部署和演训活动的详情。要知道，东沙岛虽小，但设施一览无遗，跑道、营区、防空阵地分布等都难逃高空侦察镜头。如果中共掌握了这些情报，未来对东沙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就更具优势。无怪乎有人质疑，这一架无人机挑的时间点非常巧合，因为恰好当天东沙守军原定有一场重要的实弹射击演习。难道中共是早有预谋，派无人机前来刺探我军演训状况，甚至试图扰乱军心？即使无从证实动机，这架降龙无人机的出现本身就传递出清晰讯号。北京方面已经将灰色侵扰升级到了新高度与新维度，他们不仅出动有人军机绕台，连大型无人机也开始直接踩线挑衅。值得一提的是，降龙无人机近年频繁曝光于亚太各个紧张热点。不久前，日本防卫省也监测到无侦七首度飞临日本海上空侦巡，让邻国惊呼这款高空无人机难以拦截。此外，据报道，去年中共甚至曾派无侦七一度穿越台海中线上空，当时就有军事专家警告，无侦七因飞得太高太快，就连爱国者飞弹要击落它都相当具有挑战性。如今这头降龙更大摇大摆闯进我离岛领空示威，显示解放军的无人机战力部署已更趋积极大胆。面对这种超高空的挑衅者，台湾传统的防空网势必要进行相应升级与调整，否则将陷入看得到打不着的窘境。降龙无人机的现身无疑为两岸的空中博弈开启了新篇章，一个高空无人长航时的较量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这次无人机入侵发生在东沙岛，使得这座台湾南海前哨再次成为焦点。
东沙群岛位处南海与巴士海峡交界，要地位置极其敏感，往北隔海可至高雄，往西临近香港，战略上是连接台湾本岛与南海各岛礁的重要门户。尽管地理位置关键，东沙岛的面积很小，仅约 1.74 平方公里，是一座珊瑚环礁构成的小岛。岛上常年住房人数有限，过去主要由海巡署人员驻守，肩负着巡防、南海渔权与国土象征的双重任务。由于中共军事威胁逐年增加，自2020年起，国军开始加强东沙防务部署，派遣海军陆战队99旅1个加强连进驻与海巡官兵共同防守，逐渐形成长期驻防态势。这些经过2期精训的陆战队弟兄为东沙薄弱的防御添加了一道坚实屏障。然而，东沙防务的挑战依然不小。一方面，岛上武器装备和补给受到空间与运补限制，整体防空火力只能覆盖附近中低空范围，高空及远距离侦察仍相对缺乏有效应对手段。另一方面，东沙远离台湾本岛约400多公里，真正发生紧急状况时，本岛增援无论空中或海上都需10日，岛上守军势必要独撑一段时间。中共显然也看中了这点脆弱性，将东沙视为可以施压台湾的突破口之一。过去1年来，东沙周边可说危机四伏，中国海警船和所谓海上民兵船只时常在临近海域出没滋扰，仿佛伺机试探着台湾的反应。此外，2020年时，国际间一度盛传中共可能借军演之机夺取东沙岛，虽然最终未发生，但也反映出东沙在两岸博弈中的敏感地位。如今，中共甚至出动大型无人机直接闯入岛上空，无疑让东沙处境更形险峻。这座孤悬海外的环礁小岛正承受着来自北京越发直接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刚巧在无人机闯入当日，东沙岛守军原定于早上7时展开本年度第1季的环岛实弹射击训练，射击范围预告向外延伸9里，射高约12000尺，约3600公尺。无人机入侵事件恰恰发生在演习开始前的清晨，时间点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巧合意味。中共是否有意选在我军演训前夕进行骚扰，以测试守军反应，甚至搜集演习相关情报？毕竟当时岛上官兵正为演习做准备，无人机闯入势必令现场指挥官一度进退两难，既要忙于对空警戒，又要兼顾演习安排。所幸最后无人机迅速飞离，演习仍按计划在日间进行，但这一插曲已经为东沙的紧张局势写下浓重一笔。总体而言，东沙的战略价值和潜在风险在这次事件中凸显无疑。它是台湾捍卫南海疆域的前哨，也是北京进行灰色地带压迫的目标之一。一架无人机从天而降的侵犯，看似没有造成实质破坏，却再次提醒我们，东沙岛虽小，其安危却牵动整个台海与南海局势。如何加强这颗前哨明珠的防务，使其不致成为对手眼中一曲的棋子，将是台湾在未来不得不持续投入心力的课题。中共无人机首闯领空事件放在更大的两岸局势背景下看，其实正是北京近年来对台灰色地带战术步步升温的一环。什么是灰色地带战术？简而言之，就是介于和平与武力冲突之间，用非直接开战的方式消磨对手意志，改变现状。过去几年，我们已深切感受到这种战术的存在。解放军军机、军舰几乎天天绕行台湾周边，防空识别区西南角的共机轨迹从西罕变日常。2020年起，台海中线长达数十年的默契也被中共单方面打破，共机任意逾越中线已经见怪不怪。2022年8月，美国政要访台后，北京更以实弹军演公然封锁我岛屿周边海空域数日，甚至发射飞弹越过台湾上空。此后，大规模军演动辄来袭，光是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底，解放军东部战区就出动上百架次军机、数十艘军舰环台进行代号正义使命2025的围岛军事演习，其射击范围之靠近，动作规模之大，创下自1946年国共内战结束以来的新高。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中共仍不忘小步积累压力，更改游戏规则。其中，无人机正成为北京手中一张越发常用的牌。早在2022年，
中共就曾以商用小型无人机滋扰金门等外岛。当时一些疑似中国民用无人机飞到金门哨所上空盘旋拍摄，我方哨兵因受规范限制，一开始只能对空投掷石头示警，结果画面在网络疯传，引发国内哗然。随后蔡英文总统下令强化外岛防卫措施，授权部队对不明入侵无人机可采取必要反制。同年9月，金门防卫部即开了第一枪，一架侵扰金门失语的无人机被我方射击击落，这也是台湾首次以实弹打下入侵的小型无人机。然而，那起事件中被击落的无人机据称属于民用等级，成本低廉，非正规军机。中共借由民用无人机来骚扰，某种程度上是打灰色擦边球，既达到了心理震慑效果，又让对方反制时投鼠忌器，担心击落民用目标会引发额外争议。如今，随着解放军无人机部队的壮大与成熟，北京开始把这套战术延伸到军用级别，从小型无人机扰乱前线哨所，到大型无人机直接侵入领空侦察，步步进逼之势相当明显。对中共而言，出动无人机还有一举多得的算计。首先，无人机没有飞行员，不会有人员被俘或伤亡的顾虑，即使被击落，损失也远小于战机，成本代价低。其次，无人机可以长时间巡弋，大幅节省人力，对台湾进行磨耗战相当有效。再者，他们深知我方对于升高冲突相当克制，因此派无人机来探路，更容易逼近红线，而不致引爆全面军事对抗。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冠廷就直言，类似此次的无人机扰台绝非单一孤立事件，而是中共塑造的新常态之一。北京试图以频繁的小规模侵扰来消耗我军的日常战备能量，中共正企图用无人载具来换我方的有人机巡弋。陈委员分析道，对中国而言，派出无人机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操作，几架无人机飞一趟，我方可能需要派战机拦截，雷达全程开机，部队绷紧神经，长此以往，对我军事体系是一种负荷。然而我方却不能不防，因为任何一次大意都可能让敌方钻空子。有鉴于此，这种无人机频扰战术已成为台海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认清灰色地带冲突的形势在进化，从舆论战、认知作战到经济施压，再到如今科技含量极高的无人机侵扰，未来类似的局部挑衅恐将更加频繁且难以预测。面对中共无人机闯空的新威胁，台湾绝不能被动挨打，而是需要迅速调整因应策略，补齐自身短板。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强化反制无人机的能力。幸运的是，我方对此早有准备。近年来，国军积极采购和研发各式反无人机设备，包括干扰枪、雷达侦测系统以及可以瘫痪、捕获小型无人机的装置。但此次敌人寄出的可是大型高空无人机，拦截难度更上一层楼，所需的对策也更为复杂。我国防部已表示，将针对东沙等离岛加速部署无人机反制系统，并为当地升级雷达与防空飞弹设备。例如，未来若在东沙增设中程防空飞弹或高功率干扰设施，或许就有机会对这类高空慢速目标进行有效压制。此外，也不排除强化外岛与本岛的联防机制，一旦再有不明无人机入侵，除了当地部队行动，临近海空战力也能快速机动驰援。在现代战场上，信息传递和决策速度至关重要，国军势必要建立一套更灵敏的监侦通报和联合反制链条，才能及时捕捉并处置各种突发的空中威胁。除了被动防御，台湾也在发展自有的无人机与侦察系统，以提升情搜与下阻能力。当我们拥有更完善的空情监控网络和远程侦察手段时，中共的一举一动将更难逃过我方法眼，也更易于在第一时间采取反制。反之，若我方情报不足、预警不及，就可能错失驱离或拦截的最佳时机。此次无人机在东沙上空盘旋数分钟后离去，国军虽未能将其击落，但至少及时预警，避免了更糟糕的情况发生。然而，这也凸显出我们对类似高空来袭目标还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如何在国防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找到成本效益较高的反无人机方案，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正如陈冠廷委员所言，
提升无人载具、侦搜和反制能力是当务之急，这需要朝野共同支持相关预算投入。毕竟国家安全不容政党恶斗产生空转。近期，国防部也将就新式防务预算向立法院专案报告，争取资源部署针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体系。同时，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两难：开火亦或克制。当下次中共无人机甚至载人军机再度闯入我领空，我军究竟该不该扣下扳机？这不仅是军事判断，更牵涉重大的政治后果。开火击落侵入领空的无人机，按国际法和自卫原则本无可厚非，且能彰显我捍卫主权的决心。然而，北京可能正等着我们开第一枪。一旦台湾这边动武，中共就可能借机升高军事行动，乃至宣称我方先动手，来合理化更剧烈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开火可能让台海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反之，若我们始终忍让不作为，中共或会得寸进尺，认定台湾不敢真的反击，继续变本加厉地侵犯我方空域海域。长期下去，不仅国人观感难以接受，我方威慑力也将流于空洞，甚至让对岸逐步改变台海现状。因此，台湾的应对之道需要在武断开火与一味隐忍之间取得平衡。军方高层强调，不论在东沙、其他离岛还是本岛周边，国军都有一套既定的处置 SOP， 多种备援方案可供选择，绝不会只靠单一手段因应。这意味着未来若再遇亲门闯户事件，国军可能视情况采取渐进升高的反制措施，例如先以广播警告、雷射警示，再进一步出动拦截机或无人机反制，甚至在必要时祭出电子干扰或实弹射击。每个阶段的行动都经过审慎设计，在维护主权尊严与避免激化冲突之间拿捏分寸。同时，台湾也将加强与国际盟友的情报分享与战术协调。毕竟，中共此类挑衅不只针对台湾，也是对区域稳定的破坏。若我方因顾虑过多而裹足不前，反而可能助长对手气焰。若能获得美日等安全伙伴的声援与合作，北京将更明白此路不通。中共无人机闯入台湾领空的首例，为持续紧绷的台海局势再添变数。这次第一击已然发生，而国军却按兵未发一枪，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问号。它提醒我们，现代战争的形态在演变，威胁可能来自无声无息的高空侦察兵，也可能以难以预判的方式出现。对台湾而言，危机及转机，我们必须以更灵活创新的思维强化防务，补强包括无人机防御在内的各项战力短板。同时，我们也要谨慎拿捏反制力度，在展示决心与避免激化冲突之间取得最好平衡。可以预见的是，北京方面未来极有可能持续以各种无人载具试探台湾底线，小至干扰前线哨所，大至挑衅领海领空，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随时准备好多手因应方案。这场没有硝烟的角力，其实考验的不仅是军事硬实力，更是决策者的智慧和全民的意志。当敌方以渐进蚕食的方式逼近，我们能否识破其企图，稳住阵脚，并以适当手段予以挫败？国军此番在东沙的克制，既避免了直接冲突，也暴露出台湾防空需改进之处。或许下一次情势不容许我们如此从容。当中共再度派出无人机乃至其他军事载具闯入时，台湾已没有太多试错的空间。因此，现在就开始强化防务，争取国际支持，团结国内共识，才能在未来关键时刻做到进退有据。第一季的剧本已经上演，而历史往往不会只眷顾旁观者，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万一下一次无人机来势更凶，或换成更具威胁性的目标，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最优解？这一连串事件既是对台湾国防的一次警钟，也是对国人心理的一次考验。面对不对称且日益复杂的胁迫手段，台湾唯有更加灵活强韧，才能化解暗潮汹涌的危局。中共军机、无人机的扰台新常态已经降临，我方只能以进化对进化，以智慧对挑衅。历经此役，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守护领空与家园的责任重大。展望未来，台湾势必要在风云诡谲的台海局势中练就更敏锐的警觉和更坚实的力量。当下一架不速之客在临时，
我们将以何种态度迎战？历史的答案终将由我们当下的努力所决定。中共无人机的第一次闯关已经发生，下一次来临时，我们能坚守住自己的天空吗？国军又会如何抉择？留给我们准备与思考的时间恐怕不会太多了。